男人用澱粉制作出一種神奇的流体，他吃軟不吃硬，就連子彈也打不穿。喬治認為沉重的保齡球可以砸穿他，而老二竟然請出了600斤的浩克鐵拳，誰的工具能砸穿流體就能贏到1萬美金。老大的想法簡單直接，他抱着工具爬到40米高的鐵塔上，準備將這些工具一一丟下，加上高度的優勢，重量也會翻倍。首先上場的是幾十顆台球，老大瞄準目標，果斷倒出。落地的台球偏離了方向，並沒有砸中流體。第二個工具是100顆高爾夫球，一大桶小球傾巢而出，只有一半落在了流體上，粘在上面很難摳出來。這次實驗的是20斤的大鐵餅，沉甸甸的鐵疙瘩力量很集中，嗖的一下從高空落下，迅速就被流體包圍。軟軟的質地卻有很強的吸附力，兩個人合力才把鐵餅拿出來。這種麵團也太結實了。老大拿出了鐵匠用的鐵針，他可是生鐵裡面的硬漢，對付流體應該可行吧？雖然砸出一個窟窿，但是並沒有砸穿，而且還陷在裡面無法自拔。接下來老大要使出鋒利的標槍了，只是眼神有些迷茫，連續扔了好幾次，連流體的邊邊都沒有碰到。老大熱得滿頭大汗，衣服都濕透了。喬治提議實心的保齡球或許可以，差一點就被流體吞噬了，肯定是高度不對。這次他扔得高一點，落地的時候砰的一聲，隨後就變成了軟綿綿的流體。老二索性把保齡球拿到40米的鐵塔上，從這麼高的地方扔下去，重量也會翻上好幾倍。保齡球被流體彈了出去，這是什麼定律？看似普通的麵團竟然有如此的承重力。三個大男人很不理解，只好請出了重達600斤的浩克鐵拳，它的重力幾乎可以毀滅任何東西，再加上高度的優勢，重量也會翻上好幾倍。老大自信滿滿，拉下開關，鐵拳急速下降，砸在流體的中間直接消失了。是砸穿了流體，還是被他吃了？當拉起來查看時，連同下面的土壤也被帶出，強大的威力竟然砸穿了流體。浩克鐵拳還真是名不虛傳，看來在強大的實力面前，一切皆有可能。那麼問題來了，你覺得什麼東西可以對抗600斤的浩克鐵拳呢？這是一把連雷神都害怕的巨型鋼斧，它的威力可以輕易毀滅任何東西。老大認為重達1000斤的橡皮球可以扛住一擊，而老二要用2噸的小汽車挑戰它。誰的工具可以扛住巨斧的重擊呢？老大抬来裝滿水的鐵桶，加厚不鏽鋼材質，它能堅持幾秒呢？水花飛濺，不鏽鋼水桶被攔腰斬斷。老二的工具是木質的染料鋼，幾十年都沒有用壞，它能扛住一擊嗎？巨斧緩緩落下，幾十年的木頭也被瓦解，連同外面的鐵皮一起變成了廢品。喬治買了10個結實的籃球，頭層牛皮很有彈性，或許可以對抗巨斧。頭層的牛皮一分為2，籃球也變成了喬治的帽子。老大找到一個廢棄的滅火器，體積很大，可以以1比10，再次啟動開關，煙霧彌漫了整片空地，滅火器徹底報廢。老二拿來一根實心的棒球棍，不堪一擊，棒球棍犧牲的無所雕位。那3顆實心的保齡球呢？它的材質堅硬無比，當遇到巨斧就像巧克力豆一樣，整齊劃一的被切開一半。喬治買了一塊巨型雪糕，漂亮的顏色，口感一定很好。當遇到巨斧，會不會手下留情了？還沒來得及嗦上一口，大雪糕就變成了碎冰冰。別着急，雪糕不行就換冰箱。顯然是他想多了，冰箱碎得更爽快，七零八落，賣破爛都沒人要。老二的小汽車終於上場了，他能扛住巨斧嗎？小汽車直接變成了廢鐵，拉去廢品站還能挽回點損失。喬治拆下一個卡車的輪胎，結實的橡膠可以抵抗巨斧嗎？只切開了一半的輪胎，看來一定的彈性還是會起到作用。那重達1000斤的橡皮球或許可行，它的彈力無法估量，緊緊一根就能讓你屁股開花。很期待遇到巨斧會發生什麼。巨斧瞬間切斷了100層皮筋，但是很快就被彈開了。橡皮球金蟬脫殼，保留了裡面完整的內心，但是他們並不打算放棄，再來一斧。橡皮球徹底犧牲，還沒來得及彈跳就被切開了一半。這把巨斧連雷神都害怕，它的威力更是無法估量。難道就沒有東西可以扛住一擊嗎？這是重達3噸的巨型鋼錘，聽說它可以輕易毀滅任何東西。老大要用火山上的黑曜石挑戰它，而老二竟然找來了世界上最大的釘子。什麼工具才能扛住這重重一錘呢？首先出場的是冰塊中的巨無霸，大錘子從天而降，冰塊瞬間變成了碎冰冰，連同賣冰塊的小恐龍一起飛了出去。第二個工具是20瓶彩條噴霧，放在大錘子下面顯得格外渺小。
結果意料之中，被砸得連渣都沒有剩下。老大搬來一塊古老的木樁，他劈了1年都沒有劈開，不知道遇到大錘子會發生什麼。木樁變成了無數根燒火棍，他終於可以做個普通的木頭了。這次實驗的是積木拼成的正方體，硬塑料積木也被砸得稀巴爛，數量1塊也沒有少，只是換了一種形態。喬治卸掉一個車轱辘，剛換的新輪胎能不能扛住一錘呢？一錘下去直接變形，輪胎傷心地離開了新主人。老二將一個鐵製的木桶裝滿水，然後放在錘子下面，相互接觸的瞬間，綠色的液體變成了水蒸氣，澆灌了整片空地。接下來上場的是硬塑料立方體，它的硬度堪比銅牆鐵壁，不知道能不能接住大錘子。再硬的塑料也被大錘子擊碎，砸得連渣渣都不剩。這一次是20瓶剃鬚膏，儘管是鐵瓶的材質，還是被大錘子無情摧毀。剃鬚膏雪花四濺，灑得到處都是。喬治準備了一把鋒利的斧子，用錘子砸斧子會怎麼樣？當遇到3噸的壓力時，手柄連同斧頭一起被砸成了碎片。前所未見的大錘子破壞力不可估量，而重頭戲還在後面呢。這一次老大準備了幾十根球棍，特別結實。當大錘子緩緩降落時，幾十根球棍幾乎全軍覆沒，變成了一節一節的破爛。老二搬來一個大鐵桶，在裡面注滿水，他要再看一次水花四濺的震撼場面。不負众望，這次的水花飛得更高，沒有接觸到地面，反而變成了漂亮的彩虹。這次的是4根金屬鋼管，大錘子急速降落，鋼管彎的彎，飛的飛，完全不是對手。他們終於拿出了堅硬的黑曜石，它在火山上可以耐住高溫，不知道遇到大錘子會怎樣。堅硬的黑曜石4分5裂，變成了無數個黑色的小石頭，它也沒能扛住大錘子的重力。壓軸的大釘子已经等不及了，把它放在錘子的正下方，會不會出現奇蹟呢？一錘下去竟然砸偏了，沒有關係，再來一次。釘子被錘直砸入地下，死得心服口服。3噸的大錘子破壞力十足，他們幾乎找不到可以扛住的物品，難道就沒有東西對抗它嗎？小伙洗了200個盤子做實驗，用什麼工具才能全部砸碎呢？兩兄弟搬空了家裡的倉庫，而喬治認為1顆石頭就能搞定，誰能連續砸碎全部的盤子就能贏到1000美金。老大迫不及待第一個先來，手拿着榔頭旋轉助力，用力過猛反而偏離了方向，只砸碎了13個盤子。老二拿了1顆硬土豆，他想都沒想直接扔出，堅硬的土豆也能變成工具。老二砸碎了7個盤子，喬治找來1顆最大的保齡球，單手舉起來就很困難，這麼重的保齡球能砸碎多少個呢？保齡球滾動向前，接觸到的盤子均已破碎，數了一下竟然有22個。老大這次的工具是一把扳手，他找好角度用力一扔，鐵疙瘩扳手砸碎了20個盤子，成績還算不錯。老二拿來一台麵包機，旋轉起飛，或許會出現奇蹟。麵包機砸碎了10個盤子，而且還沒有損壞，意外收穫讓老二很滿意。喬治準備了1顆實心的鐵球，小小的體積倒有些分量，它能發揮多大的作用呢？鐵球的穿透力很集中，一下砸碎了18個盤子。喬治的成績一直遙遙領先，盤子雖然易碎，但是數量眾多，想要全部砸碎非常困難。老二找到1顆透明的石頭，目測很結實，當他用力扔出時，石頭沿着邊緣飛了出去，只砸碎了7個盤子。老大要用堅硬的椰子試一下，滿懷期待地扔出去，卻砸了個寂寞。這絕對不是椰子有問題。喬治這次的工具是一把斧子，他的方向感一直很好，斧子飛過盤子，輕鬆砸碎了24個。這次的成績他並不滿意，決定用透明的石頭再來一次。這顆漂亮的石頭注定不同凡響，一擼到底，石頭完成了人生中的重大使命。喬治也如願贏得了比賽。你覺得還有什麼工具可以全部砸碎呢？這才是捉迷藏最逆天的隱身方式。8個偽裝大師將極限隱藏在學校裡，只要躲過1000名高中生長達20分鐘的搜捕，就能贏到100萬獎金。反之，獎金就歸學校所有。1號玩家岡部在雜物間發現一大捆粗麻繩，將其捲成筒狀，就能不留痕跡地藏在裡面。而且凌亂的麻繩從視覺上就不會讓人懷疑。岡部的藏身方式堪稱教科書級別。2號玩家秋山在倉庫的後牆上延伸出新的牆壁，隔出的空間足可以藏得下一個人。再用同樣的顏色粉刷遮蓋，誰會在意一面冰冷的牆壁呢？
3號玩家賽亞把目標選在了學校食堂，他将门口的自动售貨機擴大了1倍，根据身高體重預留出足夠的空間，就能神不知鬼不覺地藏在裡面了。而且學生們更偏愛檔口現做的美食，自動售貨機已經沒人使用了，賽亞很有信心能藏到最後。4號玩家松尾在圖書室也找到一個好地方，他將管理員的電腦桌更換為可藏身的機關箱，而露出的頭部恰巧用電腦遮蓋，這1比1複刻的動態壁紙幾乎能以假亂真。松尾的燈下黑，你覺得可行嗎？5號玩家粗品在工具室發現一排排縫紉機，他将原來的桌子替換成可以藏身的桌子，只有拿開縫紉机的蓋子才能找到它。這麼冷門的工具一般人不会去碰，粗品認為藏在這裡非常安全。6號玩家菊田準備藏在游泳池的角落裡，他將全身塗滿顏料貼合池底的顏色，只要在水中一動不動就沒人能找到。7號玩家宫敬在走廊的盡頭添加了2個儲物櫃，加上地板的高度正好可以塞得下1個人，而且目測櫃子的容量很小，一般人不會想到裡面能藏人。8號玩家中村在多媒體教室發現一處隱蔽的角落，他要砌面牆把自己封在墙壁裡，從外面看一點痕跡也沒有。憑空消失的中村誰能找到呢？8個人全部隱藏完畢，被集合在一起的1000名高中生即將開始暴走模式，20分鐘之內找到他們，獎金就能留在學校，還能放假3天。學生們在熟悉的校園裡飛奔，想要找到區區8個人還不是輕輕鬆鬆，但是藏身的各位可是頂級玩家，就看他們的腦回路能不能跟得上了。圖書館的松尾淡定地充當壁紙，學生們烏泱烏泱地從旁邊跑過，沒有一人注意到管理員的尷尬表情。再看粗品那邊，有位女生明明碰到了縫紉機，就是沒有打開蓋子，這也太草率了。賽亞的自動售貨機非常低調，甚至不會有人回頭看一眼，而雜物間的剛布藏得心驚膽戰，他的身邊不停地有人進來翻找，每次都碰到了麻繩，但是每次都沒人扯開，就這麼完美的錯過了。1000名學生分散在學校的各個角落，他們都在很努力地尋找。泳池裡的菊田隔一會就要出來换氣，而學生們跑來跑去始終沒有發現他。菊田的偽裝技巧也太高了。再看宮敬這邊，2位男生一直跑到了走廊的盡頭，突然多出的儲物櫃越看越不對勁，而且這個位置他幾乎每天都來，以前也不長這樣啊。宮敬被淘汰了，這麼有趣的視頻一定要配個好手機觀看。看我這台在轉轉入的 iQOO 13只要2000多，比官網新機足足省了1000多塊，省下的錢都能再買一台 Switch 了，這才是該省省該花花。關鍵是轉轉的二手商品都有專屬驗機報告，平台上就能看到幾十項檢驗結果，還有高清大圖，感覺特別靠譜，還支持7天無理由和1年保修，而且現在下单，春節期間也能正常發貨，不用等，過年就能用上新装備。轉轉上其他數碼也挺能打的，2000多就能拿下25年最新款 iPad，4出頭也能買個4060顯卡的高性能游戲本《紅旗掠夺者》。現在點擊評論區欄列，還能領最高1000元優惠券。這時一位戴眼鏡的男孩徑直跑向了管理員的方向，上下看了半天，結果什麼也沒有看見。難道配的眼鏡不夠清楚嗎？但是後面的2位女孩眼神好使。他們終於找到了松尾，又淘汰1人，剩下的6位玩家緊張的手心冒汗。這群高中生也不全是近視眼。再看餐廳這邊，2位女生在自動售貨機旁停留了半天，她們發現投放紙幣的出口被封死了，以前明明是開放的，難道有人動了手腳？賽亞也被找到了，只用了6分鐘就找到了3個人，果然是人多力量大。游泳池裡的菊田靈活切換着水位，他時不時的就露頭换氣一下，這種體驗既緊張又興奮。另一邊的多媒體教室聚集了很多的學生，其中2個女孩掀開幕布發現了隱蔽的角落，這面牆壁怎麼還翹邊了？聽聲音好像是空的。中村緊張到手腳發抖，還是沒躲過被找到的命運。這位女生的觀察力很強，中村也被淘汰了。菊田在水中躲過了一批又一批的學生，他的自信心爆棚，也变得越来越大膽，有人的時候也敢出來换氣。終於被眼尖的學生發現，失去了比賽資格，真是自作孽不可活。这时时间還剩下11分鐘，還有3個人沒找到。秋山的後牆終於迎來了第1位學生，但他只翻了一下石頭就走了。這個位置隱蔽的有些落寞。再看粗品那邊，一位細心的女生發現桌子的厚度跟以前不一樣，但是獨立排放的縫紉機能藏人嗎？她甚至懷疑自己異想天開。粗品心跳加速，祈禱他們趕緊離開，但是越來越多的學生圍了上來。好端端的為什麼要換桌子呢？直到一位男生無意中打開蓋子，才發現了粗品的藏身處，他們又淘汰1個人。這時時間還剩下8分鐘，還有2個人沒找到。
學生們的熱情絲毫沒有減少，他們依然激動地尋找着。岡部的雜物間非常熱鬧，這裡很凌亂，似乎更適合藏人，但就是找不到會藏在哪裡。秋山的後牆也出现了很多的學生，但他们也僅僅是看一眼就走了。在接下來的5分鐘裡，學生們翻箱倒櫃，幾乎找遍了學校的每個角落，而岡部和秋山頂着35度的高溫一動不動，時刻緊繃的情緒讓人汗流浹背。但是為了獎金還能再忍一忍。這時時間還剩下3分鐘，岡部頭頂的麻繩被翻來翻去，眼看就要被扯開了，卻突然被另一個女生擾亂了方向。好險吶，差一點就被找到了。很快只剩下最後1分鐘了，他們找不到剩餘的2人也變得緊張起來，到底藏哪去了？就差沒有掘地3尺了。這時短髮女生終於發現了後牆的牆壁是空的，但她一直找不到出口，在周圍浪費了太多的時間，直到比賽結束才有人找到了出口，但是為時已晚，他們超出了比賽時間。秋山和岡部贏得了比賽，也贏到了獎金，1000名高中生輸的口服心不服，他們終究是比不過偽裝大師，這才是千人捉迷藏最逆天的隱身方式。8個偽裝大師將極限躲藏在學校裡，只要堅持20分鐘不被找到，就能贏得100萬獎金。1號玩家永野在圖書室發現一個嵌入式的書架，將其打開之後，裡面就能藏得下一個人，而且外面卡槽的很結實，學生們根本打不開，只有拿走中間1排的書本才能找到它。這個位置非常隱蔽，估計偵探來了也解不開謎團。2號玩家山田在教學樓後面找到一處神秘的角落，他建造一面牆壁將自己封在裡面，只有打開下方的磚塊才能找到它。有這麼結實的紅磚保護，山田躲在裡面很有安全感。3號玩家松尾將目標選在了老師的汽車上，他要偽裝成方向盤躲在車裡，只要一動不動就沒人能分出真假。自信的方向盤也藏好了。4號玩家岡部在後門看到一階鐵質的樓梯，只要打開一側的鐵皮就能藏進去，雖然造型有點曲折蜿蜒，但是為了獎金屈身忍一忍也是值得的。5號玩家賽亞將小賣部的貨架延伸出30厘米，隔出的空間就能藏在裡面，只有打開層層擺放的畫板才能找到它。唯一的破綻就是畫板後面的黑布，但是有縫隙的架子誰會想到裡面能藏人呢？6號玩家粗品在體育館的2樓發現一處夾角，將其填滿之後就能形成藏人的空間，再將表面呈現出落灰的質感，它就能高枕無憂地藏在裡面了。7號玩家菊田腦洞大開，竟然偽裝成樓頂的探照燈，白天不需要發光發熱，而且空蕩蕩的天台也不會有人上來找。8號玩家秋山這期依舊是燈下黑，他混進表演舞團的隊伍裡充當舞者，只要表現得從容淡定就不會引人注意。8個人全部隱藏完畢，1200名高中生迫不及待要開始找人了，只要在20分鐘之內找到他們，獎金就能留在學校，還能放假3天。倒計時開始，學生們快速跑向校園，開始地毯式搜捕。他們一向熟悉的場地，能不能找到所有人贏得比賽呢？岡部的身邊有2位學生跑過，他們絲毫不關心路邊的樓梯。圖書室作為熱門場所，更多的學生跑進來找人。這時2位男生正在扒拉永野的書架，很謹慎地拉出來1排書本，沒有發現異常又走了，看來還是太年輕，沒有找到正確的方向。賽亞的小賣部也出現了很多學生，其中1位男生好像發現了不對勁，但是表面做得足夠逼真，還是打消了他們的疑心。山田的後牆人來人往，他們匆匆跑過，並沒有看到突然多出的牆壁。秋山已經完全融入到舞團的隊伍裡了，他忙碌地收拾着道具，根本不敢抬頭看，而菊田就在頭頂靜靜地看他笑話，一度懷疑怎麼沒有發現他。粗品的箱子被幾位學生敲了幾下，然後頭也不回地跑開了，這也太草率了。松尾的小汽車特別不起眼，沒有人往裡看，也沒有人打開它，難道他偽裝得這麼逼真嗎？時間過去了5分鐘，他們像無頭蒼蠅一樣到處亂跑。秋山低着頭跟着隊友往前走，這時突然傳來學生們咆哮的聲音，原來他們發現了搖頭晃腦的探照燈。菊田也太不小心了，他被第一個找到了。學生們分布在學校的各個角落翻找，不留痕跡的偽裝幾乎能騙過所有人，如果沒有火眼金睛怎麼能找到他們呢？秋山被護送着再次出現在室外，一名學生老遠就發現了異常，他站在遠處確認了半天，終於鼓起勇氣前去查看。秋山趕緊往另一邊移動，他逃走的同時，男生已經確定了目標，趕緊拍了拍他的肩膀。秋山藏無可藏。ですよね。秋山的燈下黑又被識破了，他也被淘汰了。時間過去了8分鐘，他們只找到了2個人。岡部的樓梯被踩得咚咚響，但是沒有人會檢查這麼小的空間。松尾的汽車旁又出現了幾名學生，一位女生發現車門被鎖住了，而後備箱可以打開。當他伸頭往裡面查看時，不一樣的方向盤還是被發現了。松尾也被淘汰了。這時2名學生徑直走向了永野的書架，他感覺這裡可能會打開，但是找了半天也沒有找到出口，然後又走了。小學生拿捏，緊張的永野鬆了一口氣。這時一位女老師在前面瞅來瞅去，她也在尋找出口嗎？主持人讓她離遠一點，看來老師也跟着着急了。時間過去了10分鐘，還有5個人沒找到，比賽越來越好玩了。突然一位男生停在粗品的旁邊觀察了半天，他在思考嗎？怎麼又走了？粗品偷偷鬆了一口氣，沒等2秒鐘他又帶着同學回來了，然後淡定地打開蓋子。
粗品被他的回马枪驚呆了，原來这個位置他經常使用，一眼就看出了端倪。時間還剩下7分鐘，還有4個人沒找到。學生們打起精神繼續翻找，他們藏得巧妙且隱蔽，一般人看到也不會起疑心。就這樣騙過了大部分的學生。山田的旁邊突然出現了很多人，但他們看向的卻是反方向。其中一位男生在牆壁上拍了幾下，沒有發現異常又走了，再一次完美錯過了。這時時間還剩下4分鐘，學生們絲毫沒有線索。一名男生在鋼部的頭頂跳來跳去，他看向遠處的屋頂，也沒有懷疑腳下的樓梯。只剩下最後2分鐘了，他們找來找去，逐漸失去了信心。沒有人能跟上偽裝大師的腦回路，總是在懷疑和行動上分道揚鑣。這麼多學生竟然找不到4個人。時間開始倒計時，他們輸得心有不甘也無可奈何。藏到最後的4人贏到了比賽。節目組開始揭曉答案，學生們既驚喜又後悔，近在咫尺都沒有找到，他們也太會藏了。這才是捉迷藏最極致的隱身方式。8個成年人將極限偽裝隱藏在小學生的校園內，只要躲過300名學生長達20分鐘的搜捕，就能贏到100萬獎金。整個學校的面積共有2萬多坪，而主場開戰的小學生又非常熟悉場地，8名玩家不得不使出渾身解數來應對本次比賽。1號玩家阿諾醬發現學校的各個角落都裝有排水管和通風箱，他決定在電梯入口處的牆壁上複刻一個新的水箱，留出的空間足可以裝得下1個人。而且小學生一般不會觸碰硬件設施，但是外面30度的高溫他能堅持多久呢？2號玩家粗品也找到了藏身之處，他看到3樓的電梯口非常寬敞，如果做一個假電梯藏身也毫無違和感，而且學校規定小孩不能使用電梯，他可以放心大膽地改造了。1:1複刻的按鍵非常逼真，只有同時按下2個按鈕才能打開電梯門。他故意將線索留在電梯使用說明上，小學生不坐電梯也不會特意去查看。粗品的隱藏技巧如此之高，能不能騙過小朋友的眼睛啊？3號玩家松尾本打算藏在不起眼的輪胎裡，但他彎不成180度的靈活嵌入，只能在旁邊並排放個一模一樣的做偽裝。他沒有完全藏起來，而是把頭部露在外面，用鍋底灰把臉部塗成黑色貼合輪胎的內部。化妝師將輪胎呈現出該有的痕跡和質感，再把地面的濕土完全遮蓋住。松尾藏的不露痕跡非常隱蔽。4號玩家賽亞在圖書室更換了一台管理員的書桌，從外面看幾乎沒有差別，但是裡面卻能藏得下1個人。只有拿開桌面上堆積的書本才能發現線索，而這本書的最後一頁才是真正的入口。賽亞對自己的設計很有信心，他藏在裡面可以安息了。5號玩家剛布準備在實驗室添加一張一模一樣的實驗桌，他提前查看過課程表，今天沒有實驗課，也就不會有人觸碰它。唯一的破綻就是膠帶貼住的號碼牌，只有撕開它按下按鈕才能找到它。但是小學生的心思很難預料，可能沒有人會發現吧。6號玩家秋山看到2間音樂室的中間有一扇上鎖的後门，而且傾斜的牆壁足可以建造密室。他將門的位置往前移動了20公分，中間的夾角也能藏得下1個人，只有通過下面的小窗口才能找到他。但是這個位置一般人不會去碰。秋山堅信小學生沒有那麼聰明。7號玩家菊田穿上綠色的偽裝，依舊爬上了體育館的2樓。這裡沒有入口，也不會有人上來，他只要躲在綠色漁網的角落處就能完美隱身。小學生的身高和視線也很難發現，正所謂越危險的地方可能會越安全。8號玩家向井在雜物間擴建了一面新牆壁，他就藏在2面牆壁的中間，這裡本來就很凌亂，也不會有人注意空間的大小，而唯一的出口就在紙板箱的最下面，只有鑽進去才能看到夾縫中的新世界。他的腦洞最為逆天，沒有被驢踢過是絕對想不出來的。8個人全部隱藏完畢，所有的學生早已迫不及待要開始搜捕了。他們有20分鐘的尋找時間，如果找到8位玩家就能瓜分100萬獎金。主持人開始倒計時。學生們瘋跑着來到學校的各個角落開始尋找，這裡是他們熟悉的場地，想找人豈不是輕輕鬆鬆？但是遇到大師級別的偽裝就沒有那麼順利了。每個小孩都很重視本次的比賽，他們在雜物間仔細的翻找，沒有人發現空間變小了，只有2位男生不放棄繼續扒拉。牆縫裡的向井不敢發出一點聲音，而外面的松尾就比較輕鬆了，有人來了就閉上眼睛。這麼不起眼的輪胎甚至沒有人會去多看一眼。3樓的電梯不停的有人經過，但都沒有發現異常，只有一位小男生注意到角落的空間比平時變窄了，隨後引来更多的學生驻足查看，越看越不对勁，尤其是電梯按鈕的形狀明顯不一樣。同學們你按一下我按一下，竟然觸動了開關。只用了3分鐘17秒就找到了粗品，他被淘汰了。體育館的菊田藏得戰戰兢兢，他看到下面的小學生烏泱烏泱的跑過，但都沒有抬頭往上看，不知道這份安全還能持續多久。再看秋山這邊，一名小學生正準備打開後門，發現鎖住就跑開了，好險吶！每一次都近在咫尺，每一次又完美避開，但體育館的菊田還是被眼尖的學生發現，成為了第2名淘汰者。
只用了5分鐘就找到了2個人。學生們的自信心瞬間提升，一位男生在岡部的頭頂翻來翻去，竟然又一次錯過了，甚至有人重重的捶擊了桌子，都沒有發現貓膩。現在的熊孩子都這麼虎嗎？輪胎裡的松尾一會睜眼一會閉眼，靈活切換着各種形態，殊不知路過的小學生已經發現了他。松尾堅持了7分鐘30秒也被淘汰了，他們找到了3個人，剩下的5個人藏哪去了？這時黑衣服男孩快速跑向阿诺醬的旁邊，仔細看了一會並沒有發現異常又走了。阿諾醬有驚無險，賽亞的桌子被學生們敲來敲去，就算聽出了聲音有些不一樣，但卻沒有人相信這裡面會藏人。另一邊的綠衣服女孩好像發現了新的線索，她記得這裡是空的，沒有放桌子，而且用膠帶貼的號碼牌也太草率了吧。當學生們撕開貼紙打開暗格時，就看到了貓在裡面的岡部，又淘汰1個人。時間過去了10分鐘，下半場的搜捕不會那麼輕鬆了。這時一名小學生拉動了秋山的門把手，還是打不開就跑了。這名女生好像發現了端倪，但她只翻了一下書架又走了，每次都差那麼一點点。他們永遠也想不到這群老六的腦回路。向井的雜物室迎來一波接一波的小學生，這裡好像更適合藏人，但就是找不到会藏在哪裡。4分鐘後，2位女生在賽亞的桌子旁翻來翻去，當她好奇地掀開堆積的書本時，才發現最後一本書被固定住了。終於找到了賽亞，又淘汰1人。這時時間還剩下5分鐘，他們必須加快尋找的速度了。終於白衣服女孩發現了音樂室的後門角度不对，而且還看不到對面的教室了，這裡面肯定藏着人。小朋友很快就找到了打開的方式，淘汰了秋山，只剩下最後2個人了。時間還剩下3分鐘，他們倆藏身的地方最難發現，尤其是阿諾醬的位置至今没有人懷疑，但是向井的雜物間不斷有人進來翻找，每次翻到一半就走了。看到這一群天真的小孩，節目組還是給出了一點線索，提醒他們向井就藏在這間雜物間裡。有了這個線索，孩子們繼續翻找。小男孩一手掀開紙板箱的底部，看到了最下面的入口。這時時間還剩下10秒鐘，他趕緊跳進去鑽入密室裡面，但還是晚了一步，超了幾秒鐘才找到了向井。小學生隊伍挑戰失敗，恭喜阿諾醬和向井贏得了比賽，也贏得了獎金。這才是躲貓貓最逆天的藏身方式。8個偽裝大師將極限隱藏在學校裡，只要躲過1000名大學生長達20分鐘的搜捕，就能贏到100萬獎金，反之獎金就歸學校所有。1號玩家賽亞在音樂室發現一台老舊的電視機，他將電視和桌子統一替換成可藏身的機關箱，從外面看幾乎沒有差別，而且電視的屏幕是單面顯示，在裡面可以看到外面，而外面的人看不到裡面，只有按下開關才會出現驚喜。賽亞的藏身方式堪稱教科書級別。2號玩家粗品看中了車庫後面的一片空地，他要搭建一座房子來藏身，使用的材質接近周圍的建築，只要呈現出同年代的老化和質感，就不會引人懷疑。而且學校裡到處有個學科備用的小屋，多一個房子也毫無違和感，只有打開下方電表盤的鐵皮才能找到它。粗品就這樣銷聲匿跡的藏好了。3號玩家秋山選擇反其道而行，他不藏起來，決定偽裝成學校的清潔工，一邊打掃一邊觀察敵情，只要躲在清潔工的隊伍裡就不會有人發現。他的偽裝技巧如此之高，菊田決定和他並肩作戰。收集的落葉也可以用來藏身，而且同一個位置沒人能想到會藏2個人，他和秋山總要留一個吧。2人的想法一致，你認為誰會藏到最後呢？5號玩家松尾把目標定在了校園後面的菜地裡，他要偽装成一顆不起眼的卷心菜，這個位置很少有人出現，而且逆天的偽裝技巧誰能想到呢？6號玩家岡部在體育館的樓梯下增加一根柱子，其空間非常狹窄，他必須全程吸緊肚子藏在裡面，但是這個位置異常隱蔽，一般人肯定想不到。7號玩家本田看到停放校車的車庫非常寬敞，他決定在最深處增加新的牆壁，隔出的空間就可以藏在裡面，只要把牆壁做得足夠逼真，就不会讓人發現。唯一的破绽就是可拆卸的排氣扇，希望學生們沒有那麼聰明。8號玩家永濑決定藏在琳琅滿目的商業實驗室，他將桌子和飯盒更換為可藏身的新道具，只有拿開飯盒裡一層接一層的壽司，移開最下面的餃子才能找到它。這麼隱蔽的方式也太為難學生們了。節目組故意將線索放在5位老師的身上，分散在學校的各個角落，由他們自由拼湊。8個人全部隱藏完畢，1000名大學生即将開始暴走模式，只要20分鐘找到他們，獎金就能留在學校，還能放假3天。學生們在熟悉的校園裡飛奔，他們很有信心能找到所有人，但是藏身的各位可是偽裝大師，就看大學生的腦回路能不能跟得上了。賽亞的音樂室跑進來5個人，他們在電視的左右看了一眼，並沒有發現異常，
永瀨的商品區迎來了一大批學生，這裡擺放的小件物品居多，似乎不適合藏身。但是永瀨的頂級偽裝豈是正常人能夠瓦解的？粗品的門前也出現了幾名學生，他們甚至沒有回頭看一眼小屋，這記憶力也太差了。幾名女生在瘋狂地翻找落葉，而秋山淡定地充當清潔工，如果不當面指認，他是永遠不會承認的。剛部的樓梯間不斷地有學生經過，但是這個位置很容易讓人忽視。這時一位女生径直跑向了賽亞的電視機，在側面看了一眼又走了。好險吶！賽亞緊張的心跳加速。1000名學生分散在學校的各個角落尋找，他們很用心的在找，但是這群老六比老鼠還要狡猾，如何才能找到他們呢？時間過去了4分鐘，松尾的菜地也出現了幾名學生，但他們並沒有看一眼菜地的方向。不得不說，松尾的偽裝技巧也太高了。永瀨的線索散布在校園裡，有的人看見還以為是惡作劇，但有的人卻能及時反應過來。這時2位女生一直盯着秋山的方向，她們有一瞬間腦袋清晰，想到了思路，但就是没有做出行动，就這麼完美的錯過了。松尾的菜地又出現了2个學生，女孩反常的走向了菜地，距離松尾只有幾十厘米，只因為在菜群中多看了一眼，就找到了松尾。他們終於淘汰了一個人，原來女孩是學生物的，對菜地這塊非常熟悉。松尾輸得心服口服。時間過去了6分鐘，學生們提高警惕，繼續尋找。賽亞的桌子被打開又關上，沒有人會懷疑一張裝滿機器的桌子，但是越來越多的學生翻找，賽亞藏得心驚膽戰。永瀨的商品區一樣熱鬧非凡，學生們翻來翻去，一點線索也沒有。本田的車庫人來的也快，走的也快，空蕩蕩的視覺好像沒什麼可找的。他就這樣騙過了一批又一批的學生。這時幾位女生盯上了裝落葉的車子，菊田嚇得一動不敢動，其中一位開始用掃把拍打落葉，扒來扒去，竟然發現了一隻大腳。菊田被找到了，秋山慌得一批，他端着簸箕也不敢靠近車子。這反常的一幕還是被一位學生發現，秋山也被找到了，2個人雙雙慘遭淘汰。時間過去了10分鐘，他們只找到了3個人，這速度明顯不夠用啊！這時2位男生路過樓梯口，一眼就發現了剛部的柱子，而且是空心的，藏人的幾率很大。剛部吸了半天的肚子也沒逃過被淘汰的命運，還有4個人沒找到，他們必須加快速度了。學生們通過收集5位老師的線索，已經確定提示是商業實驗室了。於是更多的學生來到了永瀨的商品區，但是找來找去還是沒有進展。一位女生準備打開藏身的桌子，發現被鎖住就放棄了，完全沒有理會桌上的飯盒，這讓永瀨又驚又喜。再看粗品那邊，終於被記憶力好的學生發現，憑空多出的小屋瞬間起了疑心，但是出口被鎖住了，打不開。學生們很快發現小屋的後面還有一扇小窗，他們終於找到了粗品。時間還剩下4分鐘，還有3個人沒找到。一位男生無意間抬起了電視，發現手感很輕，很不正常。他在旁邊找了半天也沒找到入口，賽亞緊張到手腳發抖，直到一位女生提醒他開機試試。又淘汰一人，時間還剩下2分鐘，還有2個人沒找到，他們藏身的地方太過隱蔽，這群大學生怎麼也找不到，每次都近在咫尺，每次又完美錯過。終於有人碰到了永瀨的飯盒，但他們認為僅僅是飯盒，沒有起一點點疑心，這也太草率了。時間在1分1秒的消失，2位女生注意到車庫的牆壁是空的，找不到入口處，竟然又走了。永瀨的商品區聚集了更多的學生，一人找一件不過分吧。直到時間結束也沒有找到他們，比賽完美落幕，本田和永瀨贏得了比賽。等節目組公布2人的藏身地點後，學生們的腸子都悔青了，差一點點就只差一點點了，這才是躲貓貓超逆天的藏身方式。8個男人極限偽裝隱藏在女子學校裡，只要躲過400名學生，限時20分鐘的搜捕就能贏到100萬獎金，反之獎金就歸學校所有。1號玩家賽亞冒着被凍僵的風險藏進了冰箱裡，這個位置傷敵1000，自損800。好在分層的冰箱很容易掩人耳目，正常人肯定想不到裡面能藏人。2號玩家阿布在走廊裡看到一排儲物櫃，他將櫃子整體往外移出20厘米，裡面的區域就能騰出藏人的空間，只有打開最下方的儲物櫃，滑動牆壁才能找到它。巧妙的設計，一環扣一環。3號玩家右奈將找到一處能藏人的角落，布置一面假牆就能不留痕跡的藏在裡面，再用收納箱完全遮蓋住，不留線索可能永遠也找不到它，只有拿出右邊的盒子才能看見躲在牆裡面的人。4號玩家粗品在體育館的倉庫看到一些堆積的折疊桌，他將桌子全部更換為空心的架子，裡面的空間足可以藏得下一個人，而且從外面看依舊是分層的折疊桌，唯一的線索就是中間的隱藏門，打開它就能找到人了。5號玩家松尾這一期依舊是露臉怪，
他將書法室的鐘錶拆下來放一邊，自己則掛上去偽裝錶盤，相似程度足可以以假亂真，而且這麼高的位置也不會輕易被發现。接下來，菊田秋山和冈部決定上演一出计中計，他們將音樂教室的凹凸牆壁反方向複製建造，正好形成了3處獨立的隱藏空間，同一個地方被反覆尋找的可能性不大，就算有一人落網，其他2人也能安全藏到最後。3個位置的打開方式截然不同，岡部的線索藏在踢腳線下面，拉開缺口處才能找到它。秋山在下方安裝了反彈器，用力按一下就能打開門板，而菊田將隱形把手放在表面，如果有人碰到了金屬部分，那他的藏身就會立馬暴露。8個人各顯神通，藏的一個比一個高級。400名女學生早已迫不及待要開始搜捕模式了，只要在20分鐘之內找到他們，獎金就能留在學校。学生們快速衝向校園的各個角落，找人的心情非常興奮，而藏人的各位卻心跳加速。10幾名女學生跑進了音樂教室，她們並沒有發現反方向的牆壁。茶道室的右奈緊張到小鹿亂撞，外面的學生仔細地翻找每一個櫃子，好在沒有拉開多出的收納盒。阿部藏身的走廊可謂是人人必經之路，但是小空間儲物櫃絲毫沒有引人懷疑，只有一位女生發現了靠牆的位置不對，她向同學求助一起檢查櫃子。3個人開開關關，36個儲物櫃被打開了100多次，硬是沒有發現線索。阿部的門中門果然隱蔽，書法室也迎來了2位女生。松尾害怕的不敢動彈，長髮女孩無意間瞥到了上方的鐘錶，她還以為自己眼花了，趕緊喊來同伴確認一下。松尾被第一個找到了，藏得費勁巴拉反而被淘汰得更快。學生們擴大面積搜尋，大部隊很快就湧進了體育館。一名女生只檢查了旁邊的縫隙，並沒有注意藏人的折疊桌子。粗品聽見聲音，很慶幸逃過了一劫。再看賽亞這邊，一位女生控制不住好奇的小手打開了冰箱，當看到裡面滿滿的冰塊時，徹底打消了疑心。而賽亞已經被凍得縮緊了腦袋。這時，一名女生在檢查倉庫時發現了可移動的桌子，她預感這裡面可能會藏人，但是4角被釘了螺絲，根本打不開。她很強硬的繼續嘗試，然後向同學求助一起抬桌子，2個人合力抬起來一條縫隙。終於找到了粗品。時間過去了7分鐘，學生們找人的激情絲毫未減。一名女生拍打着牆壁前行，當碰到金屬按鈕時，並沒有發現其中的奧秘。菊田還以為安全了，沒想到又有一位女生靠近，很細心地啟動了隱形把手。驚嚇中就找到了菊田，她就像一枚棄子被丟了出去，暫時讓學生們放棄了這片區域。秋山和岡部有點高興又有點擔憂。再看賽亞那邊，一名女孩好奇地打開了冰箱，她好像看到了裡面的異常，用手扒開層層冰塊，終於找到了賽亞。右奈醬的櫃子成為了熱門找人場地，經過的學生都要用手翻一下，但關鍵的收納盒卻沒人理會他。而菊田刻意的誤導一批接一批的學生，為隊友拖延更多的時間，這朋友絕對能處。隨着更多的學生跑進來，菊田已經控制不住局面了。3位女生敲打着牆壁，確認裡面是空心的，從下方找到了出口處。秋山還沒反應過來就被淘汰了。同一個地方找到了2個人，岡部應該安全了吧？時間還剩下最後5分鐘，阿部的儲物櫃打開了又關上，他們做夢也想不到這裡面能藏人。另一邊的右奈醬再次被3名學生圍攻，其中一位一眼就看到了多出的收納盒，他們仔細分析，然後逐個拿開盒子，終於找到了牆壁裡的右奈醬，只剩下最後2個人了，時間也只有2分鐘，學生們翻遍了整所學校也找不到他們。隨着時間1分1秒的消失，節目組開始倒計時，比賽完美落幕，阿部和岡部藏到了最後，贏得了比賽。節目組開始揭曉答案，熟悉的地方經過了很多次，就是沒有深入翻找，學生們輸得很不甘心。那麼問題來了，如果是你，有信心全部找到他們嗎？